也逼我去母留子，母子天性啊！你走开，你给我走开！顾侯也逼我去母留子，母子天性啊！他抢走了我的女儿，现在还惦记我儿子。啊，老天爷呀！这天子脚下，动静城里，当朝新贵，丧尽天良，丧尽天良啊！你走开！好的话本，你该去瓦舍说书才是啊。夫人当日抢走了我哥哥，又把我抢入侯府，现在他等我生了孩子之后，又不跟我入门。他赶走我也就算了，我也就认了。可是他抢走我孩子，孩子是我的命啊！哎呀，蓉姐啊，蓉姐啊，走开，走开！你看，他抢人，说抢人！算了吧，哎呀，太惨了！我跟你说，还是侯爷的人呢，说是录几个钱的事儿，仗势欺人。丧尽天良啊！蓉姐，你在那侯府里还不知道被那侯爵娘子怎么折腾的？盐茶酒铁原是我朝岁入之重，但如今盐税模糊，收缴之数与时不符，一查难清。若朝廷再不心有戒备，只怕日后岁入骤减，酿成大祸。知道了。卿家的奏折朕已经收了，等朕多方查问之后再行定夺。陈耀参殿前司副都指挥使，宁远侯爵顾廷烨，私德不洁，败坏官威，图污新朝朝纲。你内宅那些狗屁倒灶的事情，弄得汴京城街头巷尾妇孺皆知，简直比瓦舍说书还有意思。你还要朝廷的脸面，还要朕的脸面吗？陛下，别人不知道我的事儿，您还不知道吗？当初之所以我会认识陛下，就是被那毒妇所坑害，拐走了我的孩子。您不是还帮我找了好一阵子吗？自从我娶了盛家那个，再也没有沾花惹草的事儿。谁知道你是不是又见了她的美貌，哎，又旧情复燃，又被她坑害一次啊？现在不是在钱里了，手头那么多的事情，还有你们两个也不替朕分分忧，整天像个东京闲少似的，整出那么一大堆事情到朕的面前，成何体统？父皇，这事儿也怪不得仲怀，他被那妇人当胸杀了一刀，还是念着有了儿女的情谊，才没有把人绑去了开封府。正是。搞成这个样子，为什么不把他押去衙门啊？陛下，万万不可押去衙门。若要把人送去衙门，难免要公堂审讯，这一审，可就麻烦大了。且不说，这是一本理不清的旧账，这归尾之事，身为内宫之首的太后，怎么也得找人去听听啊。这么一来，就给陛下添麻烦了。哼，啊，说的你像是立功了一样。多谢陛下赏识。不是现在还不是一样吗？啊，闹到早朝上，露那么大个脸。这种狗屁倒灶的事情，本就是那毒妇恶意陷害。那些言官本是油盐不进的人，我去侯府一查问，仲怀把胸口上的伤往前一亮，他们都懒得管了。眼下呀，就是小齐大人一家之言。依我看，将那妇人赶出了京，再让仲怀给他那亲戚求个饶，这事儿也自然就过去了。
我已经派人把那个毒妇弄出了城，至于后事你就不要管。如今大娘娘多有谋划，这个时候我们千万不能让她抓住什么把柄。怎么能不管呢？我把那个毒妇放走，就是为了让她去找昌儿，我好顺藤摸瓜找到自己的儿子。你有没有想过啊？这个毒妇谎话诡计，张口就来，佛口蛇心，步步算计，而且还心狠手辣。就算你把昌儿找回来，他跟了他3、5年了，你能安心在你那院里养吗？纵然他的生母是一个毒妇，但是收他入房，同他生子的人毕竟是我。若有错，那也是我的错，不是孩子的错。人生在世，做错了事就得认，就得改，就得补啊。昌哥身上毕竟有我的血脉，也不会完全像一个毒妇。他若真被教坏了，我日后也不会姑息他。但只要有一丝希望，我都要救救我的儿子。哎，你别忘了去趟齐家，说些软话，毕竟亲戚一场，不至于大家闹得那么难看啊。齐小公爷参了这一本，措辞实在厉害。可官家竟然什么也没说。瞧着那妇人也是被赶了出去。太夫人，这手棋我怕是废了。咱们和扬州都是白费心机了。你也是老了，消息也没有那么灵通了。太夫人是知道什么了？官家在朝上虽然什么都没说，可下了朝，把他留下来，在内室骂了。真的？可贵的并不是这消息，而是传消息来的人。你猜是谁？奴婢哪会知道？那定是太夫人的心腹了。我的心腹只有你这么个老货，别吃这样的醋。传消息来的人是3个。3个3哥去吃酒，遇到了朱内官。朱内官传来的消息，3哥得了信儿，就快马到隔壁园子，去陪他2哥吃酒了。太后身边的那位朱内官，现在你知道这消息的可贵之处了吧？太后娘娘专门传了消息出来。太夫人要是得了太后娘娘的援助，那可就事半功倍了呀。这顾廷烨是官家新贵，越是贵得厉害，这太后就越是视他做眼中钉。就好比这茶，你越想让它摇盏，就越得耐着性子打着，不能急，也不能慢。不但得茶饼好，这茶显也得来帮忙。那齐小公爷以后不见天的得找2公子的麻烦了。仲怀的枪是虎虎生威呀，是公爷的枪好。哎呀，公爷，
我已经喝了一圈茶，挑了2盏灯，天都快亮了，这小公爷的公文还没做完。哈哈，你这个孩子啊，瞎说笑。现下是亥时3刻，方才人定。今日得大内赏识，这才文书案牍多了些。哦，官家赏识，哈，天家公事，不敢懈怠。这官家赏识袁若，也不是一日，明日指不定案牍更多呢。这个，要不我去帮袁若？哎，别，书斋多有文书，恐怕不便呐。也是，想今日天色已晚，我迟不归，只怕家里不安。要不我明日再来。好啊，那我送钟怀。好，公爷留步。请。嘿，袁若！嘿，快把他拦住！快！这真是前世的冤孽。小公爷果然在做公文呐。还记得当年袁若孩子时的模样。这一眨眼，你都已经上了朝堂，当了言官了。当初我们同窗求学，难道不就是为了参事论政吗？是啊，只可惜，现在你我分庭而战，各自论述了。只求招章设计，私人交情，自然是疏忽了些。私人交情？你指的是与谁的交情？顾侯觉得是谁的交情？你现在已经叫我顾侯了。今日顾侯是为了公事而来，并非是私事，叫二叔，未免攀附了些。你家是公府，我家是侯府。你叫我一声二叔，怎么就攀附了？本来就是你高我低的事儿。哎呀，现在的袁若，我是看不懂了。以前，顾侯棒满天下，我倒是觉得真性率直，从不骄饰伪装。如今顾侯誉满天下，我也是看不懂了。哪里看不懂？我哪里都看不懂。当初同窗求学，万万没想到会有今日。袁若，纵使你心里边再恨我，你就算把我参得丢官罢爵，这盛家六姑娘已经嫁给我了，她始终是要埋在我顾家的祖坟里边。你现在这么做，不是在难为她吗？不知顾侯何故提到内眷？我如今参你，是朝廷奏对。顾侯若是行得端、坐得正，我又有什么话可说？我顾廷烨的为人，整个汴京城何人不知，何人不晓？你有见谁为了曼娘的事儿来参我吗？没有啊。袁若，你这么聪明，难道看不懂这里面的来由？你要说你没有私心，我可不信。这是你私宅内院的事儿，我一个外人，不必知道。我只知道，如今满京城的街头瓦舍，
老夫小童，都在说你故后的始乱终弃。我与曼娘的事儿，官家也知之甚深。这曼娘本来就是一个装作楚楚可怜的毒妇。你若信我，官家是知之甚深，还是信你甚深？你是前底功臣，一路护送官家到了如今，官家不知你信你，难道会信一个泼妇吗？看来袁若是不会信我了。二叔，我同你一起长大，叫过你二叔，心事也曾与你说过，误解也曾托你捎带过。可如今，我是个什么样的结果呢？若是官家信了你，他又会是什么结果呢？云若，若我是你，喜欢上哪家的姑娘，我第2天便去提亲去。当时你在盛家读书熟的时候，你就应该去提亲，可你没有，拖拖拉拉一拖就是好几年，你拖到后来县主找上门来了，你又说身不由己，恐全家沦丧他人之手。我说，若你真的喜欢盛家六姑娘，你要娶她，我帮你去把你父亲救出来，帮你度过危难。可袁若，你没点头啊！这个世上啊，不是任何一个人都会站在原地等你的。你就这样把罪责都推卸到别人的头上吗？他们都被你蒙蔽了，我不会。我如今参你，不是为了私事，只是为了朝廷。只是为了朝廷。侯爷，石梁村的人来信儿，说跟着曼娘到了墓地。啊？这不可能！这不可能！他一定是骗我，他最会骗人。侯爷，吃点茶吧。还望把他赶出了汴京城。他一定知道是我的主意，他这一定是骗我，想报复我。侯爷，这是我亲自打的7包擂茶，喝了会暖一些。他是个骗子，我什么阴谋诡计没见过，他居然骗了我7、8年。一定是在骗我，什么烧纸，什么坟地，全都是在骗我。要不去看看？去，明日便去。别明日了，现在就去。现在？快马能到的。没事儿，陪你去。你呀，就是个不会享福的。看你爹爹，如今做了天大的官了，你姐姐就当上侯府的千金了。你呢？生了个小病，一副药的事儿，别人都不死，就你死了。
会用都没有，连个用都没有。我这下半辈子就断送在你的手上了。你那姐姐呀，天生就是个贱种。她在府里头享受着荣华富贵，你死的时候偏得叫她，你叫她干什么呀？啊？你有能耐把她叫这儿来？你也是个没良心的贱种。滚！这个还没死，你应该找时间救他。原来你打的是这个主意，放了我，就是想让我引你来找你儿子。你瞧见了，那就是。你还敢骗我？我骗你的时候，你深信不疑。如今我说了实话，你又非不信。顾廷烨呀，顾廷烨，你做了杜玉红又怎样？袭劫了又怎样？在我眼里，你不过就是一个冤大头。你给我住口！是真多。给我挖开。对。挖！是挖。你就算把它挖开了，你要再敢多说一个字，我就再打你巴掌。把嘴闭上，听清楚没有？有缘，要再见蓉儿，若再在汴京城看见你，你就见不着太阳。是啊，在。你亲自押解，找一个偏僻的村镇，安顿他。若他敢走出村镇一步，我找保长说话。是。下楼。你这丧尽天良的家伙！你敢软奸我！你敢软奸我！顾廷烨，顾廷烨，你放开我！顾廷烨，放开我！儿子，我错了。
看哥哥，多下一个。哥哥给你戴上这个，拿着。来，阿娘抱，小乖乖啊！哎呦，快放我这儿来，让我抱抱小皮猴子。哎呦呦呦，哎呦呦呦，哎呀！六妹妹送这么大的礼，可把这孩子高兴坏了。这是我第一个侄子，我看着高兴。要说做正头娘子啊，还是咱六丫头有本事。那街上贱妇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的，可一转头，六姑爷就将全副身家都托给了六丫头的肚子。这玉戒指虽好，与她来说也不算什么。这份本事，咱们家谁也没有啊。四丫头，是不是啊？母亲还不知道吧？咱们四姐夫房里的那个春小娘，没能留住孩子。不过我们四姐姐是天底下最贤惠的，怎么能看着四姐夫一个堂堂伯爵六公子，空房冷落呢？这不左左右右的给四姐夫添了4、5个小娘吧？如今啊，四姐姐这个院里，除了四姐夫，还有那些小娘们，可什么都听四姐姐的。我们四姐姐这个心腹做的，可比六妹妹要威风多了。五妹夫也是个才情横溢的人，只可惜了，五妹妹平日里连诗句都读不上2句，也不知道你们平日里关起门都聊些什么。听说我大姐姐最近身体还是虚，我这次回来带了小鹿岭上的野味，和了参须炖了汤水给大姐喝，吃了最补气了。那边的温泉也不错，有时间我们一起去泡一泡吧，对身体好。六妹妹，我就不去了，我要如今这身上有了，怕是不太方便。他还没坐稳，不便张扬。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，咱们家在京城也没有几门亲戚，你就算嫁了人，也应该多走动，日后也好有个依靠。像你康姨母也接去庄上住住，她与你婆婆秦太夫人素来交好的。既然康姨母同太夫人交好，只怕是看不上小鹿岭了。那你也该哄着长辈赏脸才是啊。哎呦！四丫头，你也做了多时了，难道不想去见见你父亲？是，祖母说的是。那沫儿就先告辞了。五妹妹、六妹妹何不一同前往呀？啊？明丫头，
前头预备了个小旗面，一会儿大家都要过去用的，你去看看，操办的如何了？嗯，好。这个死丫头，得了3分颜色就回来耀武扬威。顾廷烨也是个张狂性子，早晚有日死在官家手里。大娘子小声啊，恐被人听见了。怎么，我还能怕他不成？如今主君在前厅与咱们姑爷逛花园，若听到这话，只怕姑爷也有不便，恐会迁怒大娘子啊。六丫头如今算是攀高枝儿了，看她几时跌落下来。祖母、母亲，我也去搭把手。你那个姐姐康王氏，我是从不让她到我这儿来请安的。你若听我一句劝，也不要与她再来往了。这怎么也是我亲姐姐呀？怎么能不来往呢？她在你这里倒腾了些什么？你心里很该有个谱了。母亲说这些话好没道理。若我姐姐有什么错，那也是我亲姐姐，咱们是一门的亲戚。那顾家是个事儿堆，明丫头才多大呀？小孩子家家的刚成亲，身边也没个贴心的长辈看护，处处不知底细，成天亲提到嗓子眼过日子，不知哪日就出了差错，自己还顾不过来自己，脚跟还没站稳呢，就亲戚的惦记着沾光了。这样的亲戚也配做亲戚？六妹妹家里都平安，叫康姨母到我家里坐坐才是呢。我那个婆婆呀，隔三差五的找我晦气，正好有个长辈去镇镇她。如儿，你近来懂事多了，我也欣慰。可你到底是人家的心腹，纵使你那婆母有些不对的地方，一则你要想着她这辈子是穷苦人出身，再有呢，你家官人文家族老也都是向着你的。祖母说的是啊，可祖母是没看见我那婆婆的嘴脸，每日天不亮就要我去站规矩。如今我有了身子，雨天还要在屋檐下候着，非要等到官人去求情才放我走。倘若我们在礼数上有了过错，即便有天大的礼，也要减3分。但若如儿这头，若把礼数做足了，亲家那还有什么不大？那我们盛家也是不怕的。是，都听母亲的。华兰好歹算是高嫁了，可她在婆家受罪，我都心疼难忍。如儿这是低价，若还要受罪，我们盛家就是笑话。要说这嫁人呐，自然是门当户对，平交最好。又不是骗婚欺婚，没得谁非得忍气吞声不可。儿媳记下了，若有什么差池，儿媳定好好思量。我今日跟你说的这些话，你可要真记下才好。真记下了，记下了。老太太、大娘子，六姑娘传话来说席面都安排好了，可以用饭了。哦，我这老骨头就不折腾了，你们自去吧。好。
祖母，你好生休息。岳父大人，我敬你。喝酒。岳父大人，听说前几日官家又去祭奠了叔王。叔王乃是官家之父，如今官家95之尊，却还记着自己的出身，也是人之孝子啊。这是咱家私家话，岳父大人何必避讳？只怕官家是动了再乱叔王名分之心吧？这君君臣臣、父父子子，哪里是一句话就可以说完的？吃菜，吃菜。官人这番话，倒是惹出我一番惆怅来，应该自罚一盏才是。好，我喝。不知道是怎么惹出我家娘子惆怅的。再过几日，便是我小娘的冥诞了。有话说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还望爹爹能念在往日的情分上，为我小娘大大的做一场法事，把她的牌位从义庄挪出来，供奉在玉清观里，也好享些香火，不至于全无着落呀。住口！还敢再提这些？是，我是本不该提。只是这几日，我总是夜里梦见我小娘对我哭泣，心里头不安得很呢。也不知道她在下边儿是不是冷了，受了罪了。还望大娘子可怜可怜我，让我做一场法事吧。大娘子放心，我绝对不用宫中账出钱，我们自己出，也算是尽份孝心。指望爹爹能在法事那日替我给小娘烧一间旧屋，也算是积些功德了。吃饭呢？别说什么功德不功德，说出口都脏污了我盛家的门楣。岳母大人，这是什么话？哎呀，都是些家里的杂事儿。吃饭，你先吃饭。我瞧下月初8正是个好日子，不如岳父大人那日去玉清观走一趟，上个牌位，这点小事也耽误不了岳父大人多久。那日我正好休沐。爹，我小娘也在玉清观呢。都是一家人，正好，同姨妹的小娘做个伴。那还不如不做伴的好。哎呀，这艳阳高照的一团喜气，何必说这些？吃饭，大家先吃饭。如今六妹妹位高权重，可是家里的事儿还是爹爹做主的。只可怜我小娘一个人在义庄，孤零零的一个人。我身为人子，我……好了好了，墨儿啊，无非就是想做场法事，超度一番，啊，爹，免得您尝尝这个鱼，是我亲手做的。
你如今得封诰命，身丰得意，却也不用堵我嘴呀。刘妹妹，如今是嫁入了高门，也不能回头来冷落你姐姐我呀。难不成要我跪下来求你吗？好，我跪得的。起来，走。天下哪有姐姐跪妹妹的道理？六姨妹，这是我家大娘子的私事，也是父亲大人做主的事，又不碍着你什么事儿，你何必插手呢？是他自己要跪的，不是我让他跪的。你这是做什么？一家人吃饭呢，你摔东西跌碗霸道起来了，这家还轮不到你做主。从古至今，没有一个杀人凶手配在死人面前站着。什么？凶手？你还不知道吗？林晴霜是害死我小娘的凶手啊！你胡说什么呢你？你胡说！我没胡说。四姐姐，除非我死了，否则你永远都别想将林晴霜的牌位放在玉清观。你胡说八道！秦霜是那么娇柔的一个人，她怎么可能害死你的小娘呢？全家人都知道你小娘是死于难产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你敢污蔑我小娘？人证供词俱在，你若不信，我们可以去开封府。你是想毁了全家的名声？嗯？下人都出去。还有你俩！寻香无觅听候，纵饮朝霞半日晖，风雨捉不透。一人共长消瘦，太高冰泪难流。经书诵罢莫回首，无语随客头。昨夜一书风骤，浓睡不消残酒。试问怎恋人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？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。昨夜一书风骤，浓睡不消残酒。试问怎恋人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？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。知否？知否？应是